今天明明休假，但又接到客户打来的电话，问我说要怎么登入他们的 FB 账号。我又是里面唯一一个亚洲面孔以及非英语的母语者。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在搬来 Colorado 之前，我在一间美国 local 的行销公司担任 account manager。没有大公司的光环，让我经历了非常疯狂的2年半，有开心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但也有压力大到想哭的时候。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说说客户经理都在忙什么，以及我在行销公司最大的3个收获，以及观察到3个不足的地方。如果你是在美国念行销的学生，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来说有帮助。我的前公司团队很小，包含实习生大概只有12、13个人。我主要会把我的职责分成4大块：客户关系管理、行销策略跟提案、行销提案的执行，还有最后就是内部的行政工作。第一部分客户关系管理，简单来说，我就是客户的主要联络人。我每一周都要跟客户接洽，看他们最近的营运状况，是否有任何行销上的问题。我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所以有时候跟我们的对口就直接是公司的老板。很多时候客户会直接跟我们说，他们最近在业务上的卡关，可能是最近好像都没有收到新的询问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把一样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推销给更多的客人呢？这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很重要了，我们要一直反复的去提问，试图厘清客户的问题，把它弄得更清楚、更具体，以及去厘清行销可以在哪一部分帮得上忙。最后就是努力帮公司争取到新的案子。同时，我也要向客户报告进行中的专案进度，以及报告之前行销企划的成果，让他们知道说，我的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第二部分就是行销策略以及提案。我们通常都会先写一个 proposal， 然后并要求客户签合约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做市场调查或者是 brainstorming session。所以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其实蛮挑战的，因为我们等于是在卖一个还不知道价值的企划案。由于客户的时间和预算通常都很有限，所以我们的提案都会非常精简。同时你也要写出你的预估成效，当然预知未来不可能，我们又不是神仙。所以有时候客户在问说，这个成效是你能保证的吗？我反而会半开玩笑的回他说，你知道有没有哪一间公司可以完全的预测未来啊？你介绍给我好不好？我想去那边上班呢。其实我觉得在这边真正的核心是要能够说服客户去做尝试，但有点麻烦的是，客户有时候并不了解行销所能带来的价值，或者是他们想要非常快速的看到一个结果，所以要推他们做测试其实蛮难的。第3部分就是行销企划的执行以及专案管理。在客户签约之后，我们就要转到内部团队的流程了。在这个阶段，客户经理就像是客户还有内部团队之间的沟通桥梁，但并不是传声筒哦。我们的关键任务是把客户那些模糊的问题与需求，转化成内部团队能够立刻执行 brainstorming 的指令。具体来说，我们要写出一个 creative brief。这份文件是让创意团队知道说，我们应该要朝哪一个方向去解决问题。它能确保说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在很有创意的同时，也符合我们的行销策略。这里最大的陷阱就是要避免做出一个很棒、非常有创意的东西，但是跟客户的目标相背而驰。同时，我们必须精准沟通，控制专案的时程跟预算。第4部分就是内部的行政流程。举例来说，我必须不断的去更新公司内部专案管理的系统，确保说每个人都知道他在什么时间点需要完成客户的哪一样东西。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需要记录工时，还要联络各种的协力厂商。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想要拍一个影片，需要演员，那我就要去跟 local 的 talent agency 接洽。那如果今天客户要来公司开会，我可能也是那个订便当小妹。像这种非常杂的事情，也都是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像马戏团里面的杂耍表演者，同时在丢很多球，然后又要确保他们每一个都在空中。
所以在非常时期，我们常常需要停下来看说哪些客户案子或是任务，哪些是玻璃球，哪些是橡胶球，掉了还救不救得回来，这个就非常考验如何排优先顺序的能力了。接下来我要分享3个在 local agency 得到的收获。第一个，快速成长的机会。2年多的时间，我真的接触到超级多不同的产业跟专案。我曾经服务过建商、在地的便利商店、资安科技的公司，或者是制造业。每个客户都在不一样的赛道上面，所以他们遇到的问题也都不同。这时候我就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种的行销专案。举例来说，从广告投放、网站重建、设计电子书或设计 APP， 到最核心的行销定位还有策略设计，我都碰过。第二个就是看到自己在公司的影响力。在小公司，从你报道的第1周开始，你可能就有专案的主导权了，会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你去带领不同的专案，而不是等你的 manager 告诉你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做，而是我们要自己带着自己的解决方法去跟主管讨论。这种从0到1的参与，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自己对专案还有客户的影响力。第3个，我觉得签证的部分是有机会可以跟公司谈判的，希望这个可以给国际学生一些参考。先说我自己的经验，我是有成功跟公司争取到，请他们去做 E-Verify， 让我可以使用我 STEM OPT Extension 的部分。我后来透过结婚拿到绿卡，所以就没有再跟公司去提 sponsorship 这件事情。但我有个朋友，他是在一个50人左右的 marketing agency 工作，后来也是有争取到 H1B 的 sponsorship。毕竟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大公司很多人都想挤破头进去，但小公司的老板其实有一个痛点是他找不到适合的人才，所以当你进去这种公司之后，展现了你为公司带来的价值，或许谈判筹码也随之增加。我觉得在签证这个部分，小公司其实反而更有弹性，因为通常都没有 HR 部门，所以老板会直接决定说他想不想要为你做这个投资。不过目前的移民政策也比较混乱，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查好资讯哦。那讲完了收获，现在要讲我观察到的3个缺点。第一个，升迁加薪的制度不透明且福利有限，小公司的职位就那几个，所以基本上就没有明确的 career ladder， 而且有些价值不高但又不得不做的杂事，就算你已经是资深员工了，都还是要自己来。虽然你每年还是会有机会 one on one 去跟老板讨论加薪的机会，但其实就很看公司当年的营收状况。第二个是你没有职位代理人，这也是我最痛苦的一部分。客户经理嘛，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客户的唯一对口。那我们同一个团队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说你这个客户近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最大的缺点就是除了你之外，就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客户的任何细节，变成你要再交接工作出去的话，会是一个大工程。我常常在请长假之前，要么就要先加班，尽量超前进度，要么就是要花时间写一个非常详细的备忘录。但有时候细节真的太多了，一定会漏掉某些东西，所以变成你在休假的时候，还是有机会会被打扰。那这样的话，在心态上，我自己就比较难跟工作去脱钩。有时候我也会想，我是不是只是把2周的工作努力在1周内做完，所以我才可以好好放假。这就是我比较灰心的部分。最后一个呢，就是稳定性不足，导致内部流程难以优化。小公司的确灵活，而且大家也都有想要进步的心，但结果是大家一忙起来，就会回到原有的工作模式，遵循习惯的流程。那这样子同一个问题就会被反复拿出来讨论、执行、中断，讨论、执行、中断，最后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这样一直在讨论但是没有结果的实行，其实也蛮耗费心力的。今天的分享主要是我在小团队的经验，我相信在不同规模的团队也会有不同的运作模式，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经验或是任何问题。总体来说，这一份客户经理的工作让我从一个念行销的学生蜕变成一个行销人。
那我的下一步呢？我其实蛮想到品牌端去工作看看。我相信在 agency 练就的策略思维、预算控制、专案管理或是跨部门沟通的能力带到品牌端去发光发热。也希望大家都找工作顺利。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啦，拜拜。